人到中年，我最建议你学周易。你可能会说，我不感兴趣，学不动了，也不打算学。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孩子？万一将来有一天，他对周易着迷，对玄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怎么办？也许你会说，儿大不由爷，他自己的路，父母不用瞎掺和。而这条路我太清楚了。学周易，一面是光明，一面是深渊。从现实到网络，到处都是包装好的高人、速成课、开运课、改命课。年轻人如果没人带，一旦信进去，很容易把一条学习之路走成一条信仰之路。若一脚掉到了坑里，可能半辈子都绕不出来。这种代价不会因为你没有掺和就不发生。你敢拿孩子的人生路去赌吗？你呢，总说自己吃过的盐比孩子吃过的饭多，走过的桥比孩子走过的路长。你那么强，那么能，敢不敢下场试试水的深浅呢？人到中年，咱们这个年纪，面子放下了，圈子不混了，欲望也低了，生活简单了，几乎没有什么好输的。往好了说，学成了，把经验传给孩子，让他踩着你的肩膀起跑。万一你学砸了，把教训留给他，让他避开你走过的所有弯路，别再重蹈覆辙。最起码做个人肉沙包、先锋兵，和他同路，替他挡一挡风沙刀剑，支持他，保护他。这不是瞎掺和，也不是替孩子做决定。即便孩子将来不学，你自己学到了周易的智慧，能有什么害处呢？这件事本身就很值。如果你心动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跟谁学。现在讲周易的人铺天盖地，但在我眼里只分为两种，有神论的和无神论的。你别惊讶，古人研究周易就有不信鬼神的流派，而我是一个从曾经的有神论叛变为现在彻底的无神论者。我不会再跟你讲鬼神、报应、风水改命那一套，更不会用焦虑话术骗你。你见过太多包装、焦虑营销、鸡汤文，经历过了社会的毒打，你应该最不容易被忽悠。我要讲的是你能用生活经验、逻辑、科学思维去验证的道理。我要用你听得懂的逻辑、摸得着的经验，把这部天书拆解开来。我们不搞玄学，我们只搞科学的哲学。所以放心，在我这里学周易，没有怪力乱神，没有因果轮回，只有能落地的智慧。那我们到底学什么？第一步，学意识。咱们得先扒一扒周易的老底，它是怎么从源头走到今天的？到底是谁在什么时候给它披上了那层神秘的外衣？历史上那些鼎鼎大名的易学家，他们都说了什么？你可能会喜欢谁？这些我们都要捋清楚。第二步，学经传，这才是核心内容。咱们要死磕周易的原文，搞懂它原本在说什么，还要看后世的智者是怎么从这些文字里引申发挥出那么深刻的哲理和思想的。这些思想对今天焦头烂额的我们到底有什么用？第三步，聊术数。我得先给你泼盆冷水，我一贯反对你沉迷术数。为什么？因为周易的道理是圆的，而术数是方的。用方去切割圆，只会得到各种碎片，永远看不到全貌。但是为了不让咱们老虎吃天无从下口，我会带你了解一点点术数的皮毛。比如咱们必须精通大焉释法，这不是算命，它不拜神，不配五行，就是纯粹的玩占、玩词、玩相的过程。这是古人跟天地对话的游戏。至于其他的主流术数，我会带你了解一点常识，仅仅作为以术促学的工具，让你知道那是什么套路就够了。再多再深，我是真不建议你碰。你可能会问，凭什么非得学周易？道德经、金刚经不香吗？问得好，
我不贬低任何经典，它们各有各的价值。咱们中国文化的根，归根结底是阴阳。周易和道德经都在讲阴阳，但路子完全相反。周易宠阳抑阴，讲的是阳谋，光明正大、有底线、有边界的做事之道，处处有限制，但也最干净、最可持续。道德经宠阴抑阳，讲的是阴谋，贵无贵我，无为而治，帝王之术，什么都可以做，以柔弱胜刚强。平心而论，人到中年，可能道德经学用起来更顺手。但正如我开头说的，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修炼，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是替孩子探路的先锋。你希望孩子将来学阳谋，虽处处受限，但自强不息，光明磊落；还是学阴谋，虽八面玲珑，但可能心机腹黑，没有底线呢？至于佛教，他从出世看入世，跳到圈外看圈内，往往看得特别清楚。他同时鄙视周易和道德经，讲的是空，是出世之道。他最终指向的是看破红尘，跳出三界的彼岸，不是我们这个有血有肉、酸甜苦辣的人间。真正的勇者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而佛教把这种热爱叫做执着，叫愚痴。已经聪明过一轮的你，还愿意在愚痴里活着吗？比如离苦得乐，周易建议你迎难而上，因为难会变成容易。老子建议你避难而进，因为难会玷污你的完美。佛家说色即是空，建议你假装没看见，因为苦难如梦幻泡影，随时破灭。再比如生死的意义，周易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折腾，他崇尚生生。老子认为我为天地本，任何折腾都是在损害这个先天完美的我，他崇尚养生。佛教认为人间皆苦，汝等愚蠢，他崇尚往生。当然，儒释道最终可能殊途同归，指向同一个终极智慧，但那是大境界的事，我还没到，留给真正的高人去参。最后咱们聊聊怎么学。如果你下定决心要跟我走这条无神论的周易之路，那咱们得来点真格的，刷几个短视频是学不会的。咱们主要的学习方式是会员专属直播，我会给你发讲义，在群里答疑，甚至提供1对1的教学，还会给你布置作业。这事儿咱们双方都得认真虔诚，因为这事儿很难，想入门至少需要3到5年的功夫，几百个小时的枯燥积累。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除了养生，恐怕没几个中年人愿意下这种苦功了。你还敢挑战吗？如果你决定挑战，你会关心自己学成什么样？宋代大医学家邵雍要求学生必须下20年苦功才可能学会他的学问，咱们5年肯定达不到那种高度。但你别灰心，至少最开始说的那个目标，给孩子当人肉沙包，把他们扶上马送一程，咱们是绰绰有余了。而你自己的收获是打开了一双真正的慧眼，能看见机，能谈论义，这个境界比那些玄学可高级太多了。中年人真正该养的，除了身体，也可以是判断力。身体坏了可以吃药，可以调理；判断力坏了，靠补品是补不回来的。但学周易这事儿也不是说非学不可，人生本来就没有非怎样不可的定义。周易以变易为核心，时时处处要求你不可为点要，所以这事儿咱们不必一开始就发下宏愿，不成也不会遭受任何报应，你也没有任何损失。咱们从零开始，针对新手小白，不讲怪力乱神，只讲你能听懂、能自己判断的周易道理，手把手拆解周易。如果你对这种慢一点但更稳的学习方式有兴趣，可以在评论区留个想学，或者私信我。能不能坚持走下去，咱们到时候再说。大不了你说我试过了，不中。